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27日下午的17点0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由于上周五美股表现不错，出现了一个接力式的反弹，这个反弹时间级别达到了4小时级别，所以呢今天上证指数和美股的盘前合约，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出现了一个接力式的上行，特别是上证指数出现了突破120日均线，同时呢我们看到了突破120日均线的同时，它站上了120周的均线，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上证指数在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出现周线级别的反弹，对称性的反弹完成之后它出现了一个反转行情，到达这个位置上呢，站上120周均线之后，我认为上证指数出现了一个反转行情，但道指目前来看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同时呢，我认为当前行情当中，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2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同时呢，本轮正在进行的是第三轮次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这两个阴线都出来了，但是八戒阴线被彻底的杀死了，但上方呢还有悟空阴线压制，所以呢道指的整个趋势仍然是下行趋势。当前行情当中，道指主联的反弹呢也仅只是反弹，还没有构成反转的结构这样比特币的行情会受到美股行情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呢，我认为比特币的反弹时间级别最大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日线级别怎么发生、怎么发展上来的。那从比特币的行情我们从周线来看比特币同步了美股，出现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这个位置呢是第一轮下跌吸油，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然后日线的反弹，然后第二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4小时级别反弹，目前正在运行第三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6月6日这周呢是悟空阴线，然后接下来是八戒阴线，八戒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的反弹呢，我们认为是阴线八戒阴线遇到的妖怪 K 线，这个妖怪 K 线呢，目前反弹到第二周，这个第二周呢反弹的力度从小时线级别已经升涨到4小时级别。在当前4小时级别反弹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叫悟空阳线，上方呢分别走出了八戒阳线组和沙僧阳线组。虽然这波行情走势非常乱，震荡多一些，但我认为仍然处在沙僧阳线组、沙僧阳线这个势力范围当中。同时呢，我们看到了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的，沙僧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在 K 线当中，沙僧多震荡也就意味着我们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多空都互有胜负，特别是在昨天晚间时分昨天晚上19点的时候出现了一个22020高点出现之后快速回落，这让很多人误以为这波行情已经走完了，但是事实上呢，行情没有绝对的走完，这轮反弹时间级别还不够4小时级别。如果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的话，我认为目标位会在$23,000美金到$24,000美金这个区间。同时呢，这个位置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呢，是对前面下跌过程当中它是日线级别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筹码空缺区的第一个轮次的回补目前这个回补动作还没有完全结束。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到日线级别，那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这一轮行情实际上从这个横盘震荡20多个横盘震荡交易日，20多个交易日横盘震荡之后，在焦点位发生跌落的情况下，它发生的是什么呢？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分别由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构成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它正在做的是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4小时级别反弹。那么这一轮4小时级别反弹有没有可能成长到日线的反弹呢？我认为是有的，因为从这个道指和
上证指数来看，我们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很多这种对称时间级别的这种反弹结构。比如说上证指数这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出现了周线级别的反弹。那道指呢，在很多情况下出现了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日线的反弹。所以呢，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容易也有可能出现日线的反弹。那日线的级别反弹的目标位怎么看呢？我们认为应该把行情打到日线级别，因为你观察的是日线级别呢，所以呢你要看日线级别。日线级别我们看下跌吸油是这个部分，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那如果出现日线级别反弹目前正在一个悟空阳线和八节阳线这个位置上，目前处在八节阳线位置上，上方呢依次会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日线级别的反弹。那我们看到了，如果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那么就形成行情当中的什么呢？对称时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它有可能做日线的反弹这也是很多轮次当中对称性下跌、对称性反弹，对多空两方面局互相绞杀，相互绞杀。你在这种绞杀过程当中根本就无法辨明方向像上一轮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提到了这个观点。上一轮震荡震荡形成低点26591之后在反弹过程当中，我说这个反弹呢有可能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4小时级别对称性的下跌，对称性下跌完成之后做双八动作就是这个急溜弯像长城一样的先是突破上涨，然后下跌，然后再涨上来，再跌下去。双八动作和对称性的涨跌这两个部分一定要记住它的这个形态，它会对多空两方面均同时进行绞杀。更多的这种结构呢出现在横盘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在上轮行情当中4小时级别出现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这个收敛三角形就是由对称性涨跌和双八构成然后在焦点位发生跌落。焦点位发生什么时间级别跌落呢？我们要切到日线级别，它发生了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然后呢，这轮行情正在做什么呢？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这轮行情已经从小日线反弹升级到另一个时间级别4小时级别反弹。如果达到23000到24000，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完成之后，它会怎么走呢？有可能做日线的反弹。那整体来说，对于比特币行情的整体来说，仍然处在一个大时间周期的下跌趋势当中，反弹呢依然没有构成反转。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怎么样布局我们的仓位呢？趋势是下行的，仓位怎么布局呢？行情当中只有这几个因素趋势是下行的，你应该做空头方向，但是位置当前还不合理，你可以有一个观察仓去做空。但是呢，更好的位置怎么样获得呢？我刚才提到了几个位置，分别是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和日线级别反弹吸油，在这两个位置上，如果到达的话，如果到达我们能看到的这个目标位的话，要加仓我们的空单。我们目前是有观察仓的，这个观察仓呢，是因为当前处在非常弱势的反弹行情当中，我们布局观察仓。如果它的反弹力度达到我们目标位的情况下，我们要加仓的。加仓什么方向呢？空头方向。因为整个行情来说，周线级别第三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目前处在一个8节阴线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呢，趋势在大时间周期下行的情况下，反弹仅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的这种行情当中，行情处在熊市当中，我们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积极的布局这个位置积极的在主流货币市场上布局这个位置。同时呢，在最近一段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以太坊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势的走势。这个强势的走势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出现了，在前面行情当中出现极端上涨横盘这些上涨和横盘呢，都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上涨过程当中，同样我们可以画出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横盘过程当中更不用说了下跌过程当中也是同理可证。但是这轮行情呢，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对标比特币出现了一个以横带跌，突破了以横带跌的方式
突破了急速下跌的结构。在前面行情当中说啊，我说了焦点位，横盘过程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焦点位，这个焦点位容易出现跌破，跌落之后呢会出现急速下跌。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急速下跌之后，在形成结构的过程当中，以横带跌啊，走过了结构，之前的结构失效之后，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是强势的。这种强势啊，是由于它反弹啊下跌速度极快发生的。那么在以太坊对比特币强势的情况下，那以太坊成为行情当中什么呢？做多的一个很好的标的啊，它是一个做多的很好的标的啊。在当前行情当中，以太坊出现了什么呢？以太坊已经提前于比特币出现了，我们看啊，这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形成了一个收敛结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了收敛结构。收敛结构看到焦点之后，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有可能出现什么呢？时间级别切换呢，升一个时间级别呀，4小时级别升到日线级别之后，我们发现了已经出现了标志性的阳线。这个位置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后面有几个妖怪啊，阴线，阳线涨上来了，妖怪呢被杀死了，悟空阳线最终活了下来，停留下来了。活了下来之后，目前走的是日线级别的8阶阳线啊，那么上方就有这个上涨的可能性，到达什么位置呢？1500美金。所以呢，对于以太坊来说，不是绝对看空的，它是目前正处于反弹行情当中，它是强势于比特币的，并且上方我们有一个预期，通过这个日线级别的上涨需求，我们有了一个预期。这个预期情况下呢，我们看到1500美金附近呢，构成了一个结构，前面的结构，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1500美金形成压力位，那么你做空就有这个点位了。趋势呢，大时间周期和比特币一样啊，周线级别它是一个下跌的趋势，但是反弹目前它是强势的，小时间级别强势，微观上它强势，所以呢，我们要找到它什么呢？找到它一个阻力位啊，这个阻力位是未来我们做空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呢，在多空两方面均的这个行情的对抗当中啊，我们一定要看到小周期、4小时级别、日线级别，甚至是小日线级别，目前处在一个什么趋势当中？我们有这个 K 线修战法作为依托。小时间周期呢，以太坊目前强势，我们可以预料到啊，它有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但是同时呢，大的时间周期它处在一个下行趋势，上方有非常重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啊是由上轮20多个交易日的震荡过程引发来的。这个压力位呢非常重要，是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处于1500美金。所以呢，这样的话，多空两方面啊，你都有一个预期，同时呢，多空两方面你都有一个止损位。比如说多头方面啊，你可以用日线的8阶阳线的开盘价作为止损。哪个位置是8阶阳线的开盘价呢？你要清楚的是啊，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是这一组啊。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遇到妖怪杀死，妖怪最后被杀死之后啊，走8阶阳线。那么这根 K 线也就是6月24日的开盘价1143美金，就是我们目前多头来说止损的位置。当然来说，有的人说你这个是日线级别的啊，波动很大，从当前1230啊到你这个开盘价，到我们这个开盘价啊，它有7%的跌幅。如果是这个10倍、20倍杠杆啊，特别是20倍杠杆容易爆仓，10倍杠杆的话，受到的损失你也扛不住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降低时间级别。同时呢，如果你做日线级别的这个波动的话，一定要清仓低杠杆啊，5倍以下的杠杆。如果做高倍行情的话啊，高倍10倍、20倍这种相对来说高倍一些的行情啊，你就要切换时间周期去观察，切换时间周期去做。
但是方法呢是和我们这个周线级别、日线级别、4小时级别这些时间级别的方式是一样的啊。你对多空要有一个预期，比如说这段行情当中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对多头的预期在小日线这里啊，小日线这里你有一个悟空阳线啊，后面是八戒阳线，在这个位置上是沙僧阳线组啊。我用方块去画吧，这么画可能会有点乱一些。这个位置呢，互相有关联的一组 K 线叫悟空阳线，然后这个位置呢，精确一下啊，到这个位置，然后上方呢，这一组呢是八戒，现在呢走的是沙僧啊。这种情况下啊，你就知道当前如果做多头的话，你的止损位就要在八戒阳线的八戒阳线的开盘价，或者这组八戒阳线的底边线1212美金这个位置，这样呢你就可以在小时线上获得一个止损位啊。然后上方呢你有唐僧阳线的这个预期，如果到达小日线的唐僧阳线的话啊，你有获利之后，特别是高倍的话，你有获利之后要适度减仓啊，要适度减仓啊。行情呢是波动的，要根据这个行情来，同时呢你要找到自己的根儿在哪儿。我们之前说了啊，多头是由多头生发出来的，空头是由空头生发出来的。生发的过程当中它是分层级的，跟我们人类社会一样啊，有这个资本家，也有工人、农民，对吧？它分层级的。行情当中呢，你也要分层级来做，找到自己的根儿在哪儿，找到自己的止损位，找到自己的获利目标，找到前进的方向。在行情当中呢，我们要做到的一点就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能伤害自己。怎样做到呢？控制仓位，在稀有战法当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然后呢，这轮行情当中确实有一些板块轮动的现象啊，像我们这2天一直在说的尼尔，它已经突破了下跌收敛结构，并且走完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油。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呢，它已经做了2轮的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啊，这块比较大一些啊，这块比较大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可能做什么动作呢？有可能做日线级别的上涨动作。啊，那我们做这种强势的话啊，也可以分出层级来。然后同时呢，我们要看啊，它的这个结构啊，非常类似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也是，这里有个上涨结构，这里有个横盘结构，然后下跌结构，然后这个位置它出现了以横带跌反弹过程。所以呢，对尼尔这种强势、略显强势的币种啊，它的规律性非常强。我们在这里建议啊做多头方向，同时呢，你要在4小时级别这里设置一个止损位啊，设置一个止损位。还有一种强势啊，还有一种强势是另类的强势。这种强势呢，不建议去碰，但是如果你想参与的话，也要通过 K 线稀有战法把它分成层级。像这个二姨夫这个币种啊，出现了日线级别的，我们现在看的是日线啊，日线级别的上涨，日线级别上涨，我们看啊，悟空、八戒、沙僧。啊，这个位置带尖儿的这个位置是唐僧，唐僧出现之后又被杀死了，杀死了之后，行情由多头行情转化为什么呢？转化为震荡行情。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找到波峰连线和最基本的、最开始的波谷连线。在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焦点位这个位置上，是容易发生跌落的位置，焦点之前呢是有可能发生反弹的位置。那么具体我们看啊，它的这个结构怎么来的？然后我们进场的话，如果在当前位置上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在底边线的这个位置可以设置啊做多，然后止损呢是在这个前面行情当中啊上下插针这个低点位置做止损，然后越接近焦点啊越有可能，但到达焦点之后容易发生跌落啊，这是行情当中它带给我们的规律。同时呢，我们看到啊，行情强势的还有什么呢？GMT 啊 ，GMT 在最近一轮行情当中啊，非常强势啊，非常强势，从0.5到1.0以上，基本上是翻倍行情。那在日线级别上啊，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它和尼尔出现了类似的结构，出现了多轮的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油，但是日线级别反弹吸油还没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
它如果接近0.77美金，是一个我们建仓多头的时间点。为什么在这里建仓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波峰连线形成的一个支撑位在这个位置上建仓之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位置是悟空阳线组悟空阳线组可以打到这儿。那么当前位置是8件阳线，上方呢如果做出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它的上涨力度如果跟随上 YF2。也就是21步的话，上方可以看到1.44美金。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同时在这种趋势当中除了要考虑进场之外也要考虑止损。然后呢，我的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明天就会到达我本地，然后如果有订购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